大家最近走在街上或者滑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好像每一天都在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走，让人甚至有点喘不过气来，心跳都在加速。这根本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错觉，而是全世界60亿人共同感受到的某种频率震动，全球的局势都在疯狂加速，就像一列失去了刹车的列车，正在冲向未知的终点。我们台湾人常年生活在板块交界处，天生就有危机意识，对风吹草动最敏感。但这一次让你感到不安的信号，并不是来自海峡的那一边，也不是来自熟悉的台风，这次的红色警报竟然是来自大洋彼岸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美国地底深处。请大家先深呼吸，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认真听听这个刚刚出炉、令人头皮发麻的数据。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就在刚刚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你还在为生活奔波的时候，美国中部的新马德里地震带出事了。那片沉寂了许久的古老土地底下，突然传来了密集的轰鸣声，像是某种巨兽在低吼。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公布的记录，那里的地震波数据曲线异常诡异，简直让人无法解释。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那里竟然连续震了整整38次，密密麻麻的红点布满了监测图。你没有听错，就是38次地震。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的地理意象。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板块运动，地质学家都在皱眉头，因为这绝不是巧合能解释的。这些地震发生的频率太诡异了，就像是有人在敲门，一下接一下，越来越急促。它们密集地集中在一个古老的断层上，地底下的能量正在疯狂积蓄，随时准备爆发。而且每一次微小的震动，在预言家的眼里，都像是某种巨大灾难的倒计时钟声。虽然现在的震级还算轻微，但这恰恰才是最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暴风雨来临前，大自然总是保持着死一般的宁静，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息。翻开人类的历史长卷，你会发现那些毁灭性的大灾难，往往都以这种不起眼的小震动为前奏。你可能会疑惑地问，美国那边的地震关我们台湾什么事？我们这里离美国108000里远。你可能会觉得那是他们的问题，只要我们这里风调雨顺就好。但这想法太天真了。但朋友们，请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直接关系到你明天的饭碗。我们身处在全球供应链的最核心位置，这一动就是全身，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个世界的每一次颤抖，都会沿着海底电缆和贸易航线传导过来，震动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当这种颤抖带有某种神秘的预言性质的时候，我们就更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这不仅仅是地壳在变动，这似乎是某种更高维度的力量在向人类发出最后的警告。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去看看一段尘封已久的惊人往事。这不仅仅是地质学家在担心，这竟然和一个几十年前就被记录下来的预言严丝合缝地对上了。早在新马德里断层成为新闻焦点之前，甚至在很多人还没出生的时候，有人就看到了今天。已故的传奇预言者鲍勃·琼斯，早在遥远的1997年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那是在一次公开的聚会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那个恐怖异象。那时候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断层，大家都沉浸在世纪末的繁荣狂欢里。他语气凝重地说，美国中部将会有自然的巨大释放，那将是改变版图的一刻。而且这种释放不是慢慢来的，它是突然发生的，就像闪电划破夜空一样。它不是那种几百年慢慢积累的线性过程，而是瞬间爆发出来的毁灭性巨大能量。琼斯当时就非常具体地指出了这个断层的位置，精确得让人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害怕。他说沿线可能出现剧烈的大地震，城市会被撕裂，地貌都会因此被彻底改变。当年大家都觉得他在说疯话，觉得这只是危言耸听，为了博取眼球罢了。毕竟那时候看起来一切都风平浪静，股市在涨，歌舞升平，谁愿意听这种丧气话？这些说法被当作难以验证的警告，被人们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渐渐遗忘。但是现在，当我们把最新的地质数据摆在眼前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38次密集的地震，就像是跨越时空敲响的警钟，震碎了我们的侥幸心理。这让当年的预言瞬间变得清晰起来，每一个字都像是变成了现实的投影，民众的关注度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大家开始疯狂地在网上翻出当年的录音带。难道几十年前他就看到了今天吗？难道时间真的不是线性的吗？这让人不得不对自然心存敬畏，对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力量保持谦卑。将预言警告与现实数据放在一起看，我们并不是为了在这里制造恐慌情绪。台湾人经历过各种大风大浪，我们是从困难中走出来的，我们从来不是被吓大的。许多预言都一致强调了一个核心，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真正重要的不是灾难发生的时间表，不是去猜明天还是后天，而是人类在面对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究竟该如何行事，如何自处。历史已经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点，危机往往也是转机，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最近被反复提及，就像一个魔咒一样回荡在耳边，那就是2026年。请大家一定要记住2026年这个年份，把它刻在脑子里，甚至写在你的记事本上。这不仅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普通数字，它被认为是人类命运最重要的关卡。它是很多预言家口中严正警告的世界分水岭，是新旧世界交替的那个临界点。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呢？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惊天的布局？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转折，关乎全人类的走向，也关乎你口袋里的资产。著名的预言书作者扎克·皮尔斯最近发话了，他的言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最近接受采访时，语气非常严肃，甚至带着一丝沉重，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他并不是在吓唬谁或者制造焦虑，他不需要流量，也不需要博取名声，他是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感应才得出这个慎重的结论，每一个字都有分量。他说2026年是人类命运的岔路口，我们只有一次选择方向的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这是一场持续数年的大拉锯战，没有谁能置身事外，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这不仅关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更会波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引发连锁反应。这会直接冲击到每一个自由社会，撼动现有的秩序，打破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我们要面对的未来，以及我们孩子的未来，这都是逃不掉的宿命。皮尔斯把这段时间称为转折期开端，这只是第一章，更精彩的还在后面。这意思就是好戏才刚刚开始，现在的乱象只是前菜，主菜还没端上来。过去的游戏规则可能要彻底作废了，以前赚钱的方法可能都不管用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旧世界正在崩解，碎片掉了一地，你再也拼不回去了。你现在所拥有的安稳可能只是假象，巨大的泡沫随时会破，让你一无所有。请大家把目光从地底移回到地面上来，看看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残酷一幕。比起远方的地震，其实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是你的钱包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你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通货膨胀吗？你以为这只是油价涨了一点点吗？其实这背后是一场看不见的经济绞杀，刀刀见骨，比真正的战争还要狠毒。预言家皮尔斯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让人不寒而栗，背脊发凉。未来几年的核心冲突根本不在选票上，那些政治口号都只是演戏给观众看的，那些政客在台面上的表演只是障眼法，用来转移你的注意力，掩盖真相。真正的战场在于谁掌握了经济的规则，谁在幕后操盘，谁在制定玩法。有些势力正在试图重新改写游戏玩法，想通吃全场，把你变成彻底的输家。他们想通过控制基础设施来掐住脖子，让你动弹不得，只能乖乖听话。请注意皮尔斯特别点名的那几个地方，这很关键，请竖起耳朵听好了。长滩、洛杉矶、旧金山，还有纽约周边的那些繁忙港口，这些都是命脉。这些原本只是单纯的货物集散地，现在却成了大国博弈的修罗场，现在却变成了兵家必争的战略咽喉，谁抢到谁赢，谁控制谁称王。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贸易的大门突然被关上，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全球的供应链瞬间就会陷入大瘫痪，超市货架全空，你想买都买不到。我们台湾作为外贸导向的海岛经济体，
靠海吃海，我们比谁都脆弱，对此类风险的感知是最痛最直接的，绝对无法幸免。这就是我们的宿命。货出不去，钱进不来，才是最大的灾难。工厂会倒闭，失业率会飙升，这绝不仅仅是物流堵塞那么简单，这是生存问题，是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这是在测试一个国家社会的自主能力，看你底气够不够，看你能撑几天。当经济命脉被别人悄悄捏在手里时，你就没有话语权，只能任人宰割。你所有的自由可能都会变成空中楼阁，瞬间崩塌，化为乌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极其残酷的战争，杀人不见血，却能让你倾家荡产。它不像地震那样轰隆一声惊天动地，让你有时间跑，有时间躲避。它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让你慢慢窒息，直到死去。你甚至都不知道凶手是谁。现在的物价飞涨只是第一波的试探，只是开始而已，苦日子还在后头。更深的布局是削弱各个国家的抵抗力，让你变软弱，让你不得不妥协。如果你看不懂这个局，就会被当作韭菜无情收割，连根拔起。在这个充满变数的经济大棋盘上，我们只是任人摆布的棋子吗？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资产，守住血汗钱，这是当务之急。千万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很危险，这是投资的第一铁律。因为那个篮子随时可能会被人掀翻，让你血本无归，哭都来不及。紧接着我们要谈谈另一个巨大的变量，这比经济危机更深远，这与我们台湾的命运更是紧紧相连。这是我们的强项，也是我们的隐忧，那就是正在疯狂生长的人工智能。 AI 时代的来临势不可挡。皮尔斯把这形容为人类的十字路口，我们正站在向左还是向右的关键点。我们台湾现在被全世界称为 AI 岛，这点我们很骄傲，全世界都求着我们要芯片。我们的股市因为芯片和科技而狂飙，创造了奇迹，让世界看到了台湾，我们为此感到骄傲。这当然没有错，这是台湾之光，是我们几代人打拼的成果。但预言家看到的却是繁荣背后的阴影，那个巨大的黑洞正在吞噬光芒。人工智能的快速扩张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没那么简单。这不仅是效率问题，它是一场关乎人类灵魂存亡的测试。你在跟机器博弈，跟魔鬼交换契约。当我们把思考的权利全都交给算法，我们会变笨，我们会失去判断力。当我们习惯了让机器替我们做决定，我们会变懒，我们会变成行尸走肉。人类原本引以为傲的创造力和判断力去哪了？被系统吃掉了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且危险的信号，请务必警醒，不要沉迷在科技的便利里。若人类选择完全依赖这些自动化系统，我们就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我们就等于放弃了生而为人的尊严，沦为数据的奴隶，变成代码的一部分。技术本来应该是我们要去驾驭的工具，它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相反。现在却反过来变成了驾驭我们的主人，控制了我们的思想，左右了我们的情绪。特别是对于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来说，这太可怕了。想想你的孩子，他们出生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分不清真假，每天被算法喂养。如果失去了独立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将无路可走，变成盲目的跟随者。那未来将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冷酷无情，没有一丝人味。但这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危机就是转机，阴阳总是相伴的。皮尔斯说，如果我们能善用而不被主宰，还有希望，还有翻盘的机会。我们将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造阶段，进入新纪元，人类文明将升级。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还保有人性的温度，那是我们的底牌，是机器永远学不会的。在这个冰冷的数字洪流中保持清醒，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迷失自我。这正是我们台湾社会最宝贵的软实力。我们有人情味，我们有庙口的羁绊，我们懂得互助互爱，这是任何冷冰冰的代码都无法取代的，这是我们的护身符。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神秘的时间观，请仔细听好，这也许能解开你的困惑。皮尔斯提到了一个70年的大周期，这是宇宙的规律，是冥冥中的定数。神通常以70年为一个检视的节点，来清算旧账，来重新洗牌。你翻开历史书看看，70年前发生了什么
你会吓一跳，冷汗直流。再看看70年前的世界格局是怎样的，似曾相识，仿佛昨日重现。你会惊讶地发现，历史总是在押韵，剧本在重演，演员换了，但剧情没变。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周期的结尾处，到了大结局，也是新序幕的开始。这是一个关于结束与重新开始的时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破不立。在这个关键的评估期里，一切都在加速，因果在循环，报应不爽。所有的因果报应似乎都来得特别快，现世报就在眼前，不管是善报还是恶报，好的坏的都在这个时间窗口里兑现，谁也躲不掉。这是一场总清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怪事特别多，新闻都很离谱，每天都在刷新三观。为什么自然界的异动会如此频繁？地球在抗议，大自然在发怒。这其实是宇宙在进行一次大的清理，扫除垃圾，净化环境。它在逼迫我们每个人做出最后的选择，站好你的队，选好你的路。在这个声音与叙事高度竞逐的时代，真相很稀缺，谎言满天飞。谁能抢占你的认知，谁就赢得了未来。这是认知战，是一场脑力的肉搏。现在的资讯攻击简直就是铺天盖地，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在手机里乱窜，扰乱人心，制造焦虑。舆论操控正在试图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清，让我们互相攻击。这时候保持诚实变得比黄金还珍贵。不要说谎，要对自己诚实。社会是否还能维持基本的责任感，这是最后的底线，也是我们最后的堡垒。这是对我们整体国民素质的终极考验。无论你是蓝是绿，这一刻我们都是台湾人。我们不要被那些贩卖焦虑的人带偏，要有定力，要有主见，也不要因为恐惧而变得麻木不仁。要保持痛感，要保持对他人的关怀。历史反复证明了，只有善良才能通关，这是天条，是宇宙不变的法则。不管世界怎么变，道德底线不能丢，那是保命符，是你黑暗中的灯塔。2026年即将来临，分水岭就在眼前，清晰可见，脚步声越来越近。这不仅是预言家的警告，更是时代的呼唤，是给你我的最后通牒。我们要做的不是恐慌的囤积物资，那救不了你，物资总有用完的一天，而是要沉下心来，强化自己的内心，这才是力量源泉，是夺不走的财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转折年代里，心定则人定，人定则胜天。我们要学会像水一样灵活应变，顺势而为，不要硬碰硬。我们要用智慧去分辨那些虚假的谎言，看穿迷雾，直达本质。我们要用勇气去面对未知的挑战，不要退缩，不要当逃兵。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从来不缺韧性，我们很应景，我们骨头很硬，我们一次次在夹缝中创造了奇迹，这全世界都看过，我们有这个能力。这次面对2026年的全球大考，我们也不怕，我们准备好了。我相信我们依然能交出漂亮的答卷，让世界刮目相看，让预言成真。因为我们懂得敬畏，我们懂得选择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当世界在颤抖时，我们要站得更稳，扎下根去，像大树一样。当风暴来临时，我们要抓得更紧，彼此扶持，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这太自私了。我们要看得更远，更是为了给我们的后代留一条路，留一个希望，留一个美好的家园。所有的预言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为了吓你，不是为了制造绝望，那就是唤醒沉睡中的你我他，让你睁开眼睛看清这个世界，让你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不要走错路，不要选错边。朋友们，请记住这个特殊的年份，2026年，这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年。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迎接未来。不要害怕，因为光明总在黑暗后，因为最终的答案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就在你的一念之间。